上一世我桑瑶，哦不对，从前我叫应瑶，天生冰莲灵根，一身剑骨，守结界战仙魔，到头来只落得抽筋剥骨，灵根被夺，一配天命女主当垫脚石。本以为重活一世逃得过仙门算计，躲得开主角光环，哪知道刚出狼窝，一头扎进俩大老窝里。表面是淳朴教书先生爹，温柔农家阿娘，还有个冷脸寡言的白发大哥，背地里魔修娘亲，邪修爹爹，外加脾气别扭的谢家少主大哥，全家藏身份，唯独我被蒙在鼓里。我今天要早点收摊回家，就送给你了。谢谢姐姐，拿好了，姐姐再见。我也要吃吗？对，这种苦涩的灵草，他眼睛都不眨就往肚里咽。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，妹妹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很好，我应该没有做羊的天赋。哥哥啷个表情跟吃毒药一样？明明灵气充富得很嘛！上辈子我想吃还没得吃，饿得眼睛冒星星，连辟谷丹都当成满汉全席。第一天没见到小殿下，第二天还没见到，第三天小殿下还活着不？唉，我再去炖一锅东坡肉。啃草啃到炼气5层了，巴适得板。想我了吗，阿娘的心肝们？看来这里有人不是很欢迎我们回来哦。我看起来和他们格格不入。阿娘爹爹，你们不在的时候，哥哥把我照顾得超级好，我有全世界最厉害的哥哥。笨蛋，谢氏少主的名头才能让成千上万的修士匍匐跪拜，但我现在只是个武灵根废物，他居然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厉害的。厉害就好，厉害就好。阿娘，礼物呢？礼物呢？在这儿呢。这也太磕碜了！咱闺女提着这剑，暴殄天物。母皇为了封存里面的剑灵，千锤百炼削弱了剑身。听说送给心得的孙女，又亲自召集下属，去掉魔气残留，一同操作下来，就成这样了。好在依旧锋利。当年我亲眼见过这把剑出鞘，名扬天下的拂晓在他面前都抬不起头。可惜好剑位于良主，魔尊不善剑，那魔剑也看不上他。没想到兜兜转转，落在了咱们家的天生剑骨手里。怎么，很羡慕？羡慕剑，不羡慕魔尊。阿娘，这把剑是不是上过战场？颜色好特别哦。是啊，准确来说，他所在之处就是战场。谢谢阿娘，我会好好对他的。还好没坏，还好没坏。我决定给他取名叫嗜血。嗜血，这把剑原名嗜血，阴差阳错蒙对了。妹妹冥冥之中真有误打误撞的潜质，比如这村里这么多户人家，她当初能精准选中最不正常的一家。你对这把剑是不是太爱惜了一点啊？嗜血，你今天想出去耍不？后山的花开得可好喽。瑶瑶怎么对着剑说话？剑灵醒了吗？封印一点没动，纯粹就是女儿在自言自语。这就是剑修吗？跟剑修没什么关系，简直就像被邪剑蛊惑了。哎，不过这样其实挺可爱的，但前提是他清醒自愿，不是被一把破剑诱惑的。剑修整日剑不离手，看起来像是中邪了。如题，家父家母给妹妹带了一把剑回来，很丑很脏很难看，但妹妹很喜欢，睡觉都抱着，连哥哥都不理了，是不是中邪了？这在我们剑修里已经算是比较冷淡的那一挂了。剑修不是都这样吗？看看剑尊就知道了。
楼上2个不要趁机给剑修泼脏水，一看主页破案了，原来是刀修。剑谱第1页，先扎高马尾；剑谱第2页，嘴上叼根草；剑谱第3页，修炼无情道；剑谱第4页，找婆娘。能不能审题？那是我的妹妹。找婆娘？求楼主的妹妹找我当婆娘，这很难理解吗？本命剑就是剑修的老婆啊，你这个当哥哥的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？但那剑的剑灵是男的。剑灵不是老婆，那剑灵就是情敌。跟这帮子剑修没什么好说的。今天给你擦得亮亮的，明天带你去晒太阳。拂晓，他叫拂晓。上一任剑尊的遗物经历过上古之战，落到我一个黄毛丫头手上。她一开头还嫌弃得很，我拼了命的练，给她买最贵的剑穗，给她擦最亮的宝石。我跟她说，我一定在宗门大比上争个第1回来，我一定让你觉得没跟错人。结果嘞，我的本命剑，我给她买剑穗，给她擦宝石，给她整地，她为了营造不惜伤我，从第1的宝座上推下来。我才晓得重要的从来不是我做了啥子，重要的是我不是营造，仅此而已。这一世我不想要有剑灵的剑了，至少没得思想就不得背叛。晚安，思雪。阿苍，你最近一天到晚都在看训玉，人都要钻进去了。哎呦，忘记给你妹妹买一块训玉回来了。不能买。给我一个理由，阿苍。如果妹妹有了训玉，整日不是陪你把破剑，就是和别人聊天，更不会再主动找我了，会玩物丧志。要是整天和别人聊天，都不会专心修炼。那又怎样？要不是看孩子喜欢修炼，每次见街都激动的小脸红扑扑要抱抱。我是完全不介意用灵丹妙药直接把他灌到化神期的，到时候全修真界横着走，打不过就喊爹娘呗。外面的坏孩子会带坏妹妹，外面的坏孩子竟然能比我们坏吗？呵呵，反抗无效。还没认主，这剑这一世咋个也该在应招手里噻，啷个可能还没认主？估计是假消息。管他认不认主，跟我没得关系。该操心的是应招，不是我伤瑶。只有每日挥剑上千下，把所有动作都变成肌肉记忆，才能在分秒必争的比武中拿到领先。爹娘都上年纪了，大哥指望不上，以后要应对天绝宗只能靠自己。够了，你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住了。放开我，我要努力。桑瑶，你不用这么拼命。天绝宗回来后，他都不去找小朋友玩了，一觉醒来就闻鸡起舞，舞到中午吃个午饭继续舞。晚上倒是不舞了，改冥想心法，连睡前故事都换成念心法了。修真界来了个武王，是吗？但是哥哥，我担心你。你体弱多病，天赋又不好，脾气还偏。要是以后家族不庇佑你了，在外面被人欺负了怎么办？所以我得快点强大起来，保护你和爹娘。谁？我吗？这话说的既好听又难听，也是一种本事。该死的武灵根，让我在妹妹眼里变成废物了。你不是还有2个哥哥吗？他们会保护我们的。哥哥们天赋很高吗？可是爹爹说，他们一个被困在秘境里头，一个在外祖家养伤。被困秘境那个肯定是废物，那就只能让在外祖家的支棱一下了。没错，你三哥是天才。他叫啥子？多亏了应招这个人形天子交际稀飘气，3界9州里头大部分天才我都认得，而且都跟我沾仇带恨。谢明奇，反正我们家人对外只用姓家字，偶尔便是尊号，只有亲近的人才知道本名，不用担心妹妹哪天发现。三弟就是魔界的浮光殿下。天菩萨哎，明奇，我还真认识一个叫明曲嘞，跟疯子一样自来熟。第一次在秘境见面就非说我们有缘，最主要的是当时身处险境，差一步就要丢命，他还能嬉笑着跟我聊些有的没的。
次拉2个字，这反应难不成是谢明琪害妹妹成了孤儿？这2字取自窗明几净啊，是父亲取的，说是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希望三弟可以把家里打扫干净。我的爷爷大爸，有你这样取名字的吗？窗明几净，扫地，一个魔界疯子的名字来源于搞卫生。很好，危机解除。谢明虚，你就安心当个扫地工吧。当时他见到那2个天绝宗弟子时，表情很不对，感觉他都要哭出来了。瑶瑶哭了，是要哭了，不是哭了。一定是那2个坏孩子，在我们不在的时候欺负了我可怜的女儿。他们叫什么？我要杀了他们！你先冷静。阿苍说瑶瑶是看见他们第一眼就害怕。我觉得可能跟他那5年的记忆有关。杀？会杀的，会杀的。但现在重点是把根结找出来。童年的创伤会跟孩子一辈子。童年是什么？一起杀了。很好，已经听不进人话。女生叫应昭，男生叫季玉成。季玉成，我有印象，安林州季家的孩子，拜在剑尊名下。这个应昭是和瑶瑶一同上山的弟子，被剑尊视为亲传。要是我们瑶瑶去了，还不一定是谁被收徒呢。老毛病又犯了，什么都要最好的。我可是魔尊那么多孩子里唯一一个从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，所以我娃儿该得的不需要也得要，别人的抢过来就是了。等等，在天绝宗，你们是怎么脱身的？我出示了谢家的信物。我不是告诉你要小心一点吗？要是瑶瑶发现我们的身份，你就去秘境里和花灵一起待着吧。和那只社会化失败的狐妖在一起，还不如死了。母亲，我糊弄过去了，瑶瑶没有发现。完了，我们的瑶瑶是小白兔。但就算重来无数次，我也依旧会这么做。谢苍，你是要毁了这个家吗？我只是觉得，如果尽力隐瞒代表着要让桑瑶受委屈，那我恕难从命。阿娘，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早？傻孩子，阿娘是一整夜没睡。昨晚和中邪一样想着去杀人，结果在天绝宗里迷路了。以前从没迷过路，像冥冥之中有什么贱东西在阻止我。那个叫应昭的小孩不对劲，还不能杀，至少在他身上的气运消失之前不行。那我家瑶瑶可怎么办？立刻开炉给瑶瑶炼制足够多的丹药，务必做到磕着丹药，坐在原地任由对方打，都能毫发无损的等到我杀来。对了，阿娘，你这次去外祖家，外祖母喜欢我的礼物吗？当然，她特别喜欢，差点给我腿打折，把护膝缝上去。不过最后不还是收下了吗？多大点事儿。哥哥说三哥是个天才，阿娘这次去见到三哥了吗？三哥生的什么样？眼睛、鼻子、嘴巴都有。耳朵有吗？有的，他稍微有些拟人的。你三哥是个御兽的天才，掌管着许多有角的生物。血管魔域就是御兽，有角的生物就是有魔角的魔修们，没毛病。忘记说了，谢明虚说瑶瑶的名字和他很有缘。我很期待和妹妹的见面呢，母亲，我一定会好好玩她的。说完就被我关禁闭了，现在被母皇看着，一时半会儿出不来。至于花灵，她说快到了，但人呢？啥子情况？心魔，我才练起6层。搞个仙人板板，一想到这种东西走马灯的时候，还得再看一遍，真是地球竖着转，吃到大便了。我们瑶瑶真厉害，这么快就进阶了。奇怪，我的心魔跑哪去了？不得是阿娘吃了吧？瑶瑶饿不饿？阿娘给你做好吃的。阿娘，你是不是？是不是什么？
是不是趁我睡觉的时候偷吃零嘴了？嘴巴里有股怪怪的味道。那是阿娘刚吃了颗糖，吓死我了，差点以为被瑶瑶发现我把她心魔当零嘴啃了。功法推到第5次了，和思雪的联系越来越亲密，感觉它不只是一把普通的受损铁剑。不对，不是我哦，不是我哦，难道是思雪在哦？一把剑哦。现在下属们都知道，只要小殿下在，皇女殿下一家人就会变得格外正常。虽然对我们来说，正常才是最大的不正常，但至少没有生命危险。如果能混到脸熟，就像戴春好那丫头一样，等于拿到一辈子免死金牌了。世雪，你饿不饿？吃不吃糕糕呀？世雪肯定不吃糕点，但我对剑的感知不会出错。上辈子被罚去看守万剑宗，我可是唯一一个能在那儿待超过1周的，靠的就是天生对剑的感知。瑶瑶好可爱哦，为剑靶子吃糕点。为什么要知道一把剑在想什么？武器只是一个工具。你不懂剑，更不懂剑修。每一把剑都有他们内心的渴求，渴求来源于工匠锻造他们的原材料、工艺，他们经历过的战场。那陈姨，你看看我的剑，他可能喜欢什么？魔剑跟着魔尊多年，征战无数，喜欢什么用脚趾都能想出来。思雪，你这个坏孩子！对不起，陈姨，是我没有教好他。你的手没事吧？魔剑是充满戾气之物，怎可能在一个孩子手里变得这么温顺？只有一个可能，魔剑要迎来他的下一个主人了。瑶瑶别担心，是妖兽血。血，其实我也喜欢吃嘞，但是我更喜欢香香软软的小糕点。是雪为什么不吃糕点呢？好挫败，我的嗜血宝贝居然喜欢血，从哪里搞来那么多血呢？你爹爹那儿今日可能会有。哥哥，爹爹今日不是在招待亲戚吗？为什么会有血？现在可能是亲戚来招待你嗜血宝贝了，应该是市集上买的妖兽血。哦，爹爹见的是什么亲戚呀？都不让我们见。这么普通的修士，1000岁不到就带着妻子躲在这里，一点血性都没有。这个年纪是怎么睡得着觉的？我先说重点，你儿子有福了，可以来当我们祖宗。我们是花家的人，论辈分算是你的长辈，你日后可以称呼我为爹，我称呼你为老爷。家主今日派我们来问问花灵在何处。是我离开花家太久的缘故吗？现在花家的孩子脑子都长成这样。我只知道他在秘境里还没出来，不知道具体在哪儿。诸位可否细说所为何事？你们是踩到狗屎运了，家主缺一个继承人，快点去把他从秘境里叫回来，让他认祖归宗。花家600年前被我灭过一次门，如今留下的都是当年甚至不配成为我手下亡魂的，也不知道是被谁哄骗来送死的。但是孩子可能不愿意啊，我们为人父母的，不就是想看到孩子们开心快乐吗？你这道貌岸然的唬谁呢？要是你们不想认祖归宗，会让你儿子姓花吗？夏虫不可语冰，让孩子随母姓，是因为他娘想纪念养父母，而且谢家和魔皇都不能接受一个毛茸茸的孙子。说话！当年你们花家趁我不在，把我儿子掳走，说他是天狐族的希望，要培养他当少主。短短1旬，他就混成了你们花家的少主，连家主亲生的孩子见了他都要低头行礼。那是花家大气，肯栽培。你们把他当傀儡养，但他不愧是我谢家的孩子，在你们最得意的那天，亲手送走了花家家主。怎么，家主的位置空了这么多年，竟然没有人能够继位？我们不是来寻仇的，是真心诚意要迎少主回去。哦，那你们应该去秘境里找他，不过他脾气不太好，见到你们，我刚刚看见了你支走你的2个孩子，如果你不快说出花离的下落，休要怪我们伤害无辜的孩子。当初为什么要这么仁慈放过彭志呢？应该让他们全部去见祖师爷。太好了，各位，你们这无用的一生，终于有用处了。我是你亲人。
虽然你们想伤害我的女儿，但是念在你们能喂饱她的情分上，我就不追究了。夫人，夫人救救我们！你丈夫疯了！谢谢你的共情，我也觉得他疯了。谢卓言，看看我们家弄成啥子样了，直接收拾了，把尸体丢到你那炼丹炉滚化了不就好了？非要搞得家里全是腥臭味。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这婆娘也是疯得厉害。是阿苍说让我备点血给瑶瑶的剑。原来是这样，小女不懂事，给大家添麻烦了。我这个当娘的就提前替她谢谢诸位的奉献精神了。不会，你们两个不会，你们会下地狱的。地狱也归我家管啊。阿娘，我们刷回来啦！瑶瑶长肉了，哎，我养的真好。你昨天不是讲想喝蘑菇汤？阿娘今天给你摘了些回来。当然我是不会做的，得交给凡间的厨子。阿娘最好嘞。洗蘑菇洗的手都要秃噜皮了。瑶瑶这样子好像小狗狗，她该不会有妖族的血吗？父亲，你疯了！花灵倒是有妖族血脉。阿娘说我是哥哥，我要照顾你。哦，乖都是装出来的。教育娃儿不能这么粗暴。这种乖巧，我早就领教过了。好乖哦，跟小狗一样。哎，对了，你弟上回说很快从秘境出来看瑶瑶，朗哥现在还不见人影。他本体是小狗，肯定跟瑶瑶耍得着。您最好期望他不要在妹妹面前露出原形。没有哪个人类小孩能接受与之九尾狐狸是自己哥哥的。那如果你弟弟在妹妹面前露馅了，你会怎么做？大胆狐妖敢冒充家人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诛。你这话说的，显得你还挺正义的。哪来这么多妖髓血啊！爹爹，你家亲戚真的好大方，这么大一缸妖髓血，在黑市能卖不少零食，气息强大，至少2阶往上。毕竟许久未见了，是得偶尔联络一下感情。只可惜是一次性的消耗品，下次不知道还有没有好心的亲戚了。我完全没听懂爹爹在说啥，总觉得一把剑爱喝血有点怪怪的，而且这血腥味刚刚好像在阿娘身上也闻到过。要不算了，思雪，我们啃啃零食多好啊！他都不生气嘞，就是这种不生气才最遭不住。上辈子拂晓跟人打架划到口子，也是要沾血嘞，还不是一样嘞？哪把剑不沾点呢？别个屋头的剑才是败家子，我们思雪这么懂事，我还不知足，太不应该了。我现在简直就像个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的有能阿娘啊！瑶瑶先回房间，阿娘帮你看着尸血。好。他们剑修确实很恐怖，这样会动摇封印的吧？都怪你们自顾自的就把血放好了，我都忘了还有封印这件事。实则不然，就算我们不答应，等瑶瑶回家跟你说一下，你也脑子发热做好了。我们只是在帮你减轻负担。你想做鬼修了是吗？其实封印早就有些脱落了，我们可能都小看了天生剑骨对于剑的吸引力。那魔剑很喜欢瑶瑶，一个筑基期都没到的孩子肯定没法撼动魔尊亲自设下的封印。但若是原本万念俱灰、没有生还意志的剑灵想要择主，那就另当别判了。不老实就再封印了，丢去魔戒。元圣时期的魔剑我可能还会敬畏一些，但刚从封印中出来的不足为惧。我现在最忌惮的反而是花灵，得趁他还没来提醒一下妹妹。今晚给你念新的。
新故事。孙悟空3打狐狸精。我记得是白骨精吧？为啥这是狐狸精？哥，你是不是买到赝品了？是吗？狐狸精确实比白骨妖可恨一点吧。我哥今天有些说法，狐妖下山后，霸道妖王很爱，这是妖族写的吧？这种和妖王有关的话本子都能传出来，他们不管的吗？为什么要管？讲名声吧。你看修真界和魔界，就没人敢把仙尊和魔尊写进去啊。他倒是乐于把自己的名声毁了。啥？细说。妖族很重视传承和血缘，妖王如今没有成婚，膝下也没有子嗣，长老们一直在催。把名声毁了，可以阻挡一大部分准备兼职当月老的长老。那这个计划很成功咯。我听说书里讲，妖王到现在都没动静嘞。哥，狐妖招你惹你了，你在这儿下带私货嘞？只是为了让你认识到，狐妖都不是好东西。谁在想我？我听镇上说书里讲，之前妖界的天狐一族被灭过门，导致现在狐妖也少见得很。也是给花灵整成珍稀物种了。完了，过灵兽太费劲了，我还是不说，不如养神，我只要闭上眼就能养神了。天菩萨哎，喝得一滴都不剩。我美貌的老伙计今天更漂亮了，吸收了妖兽血之后，嗜血的情绪更清晰了。现在能感受到他在别扭，真可爱呀！阿昭，你是师尊钦点的关门弟子，日后便是这天绝宗的小师妹了。虽从关门弟子降为亲传弟子，但师尊待你一如往昔，不必介怀。拂晓，你为何不愿认我为主？一切都从一开始就错了。师尊期待的似乎另有其人，而拂晓，他宁愿沉寂，也不愿为我所用。拂晓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？掌门师叔和师傅在里面，一定是讨论把你带走的事。我不想离开你。并非是我不喜欢你，昭昭，我必须做出决定了。抱歉，我还是觉得你能在万剑中寻到更适合你的灵剑。但你就是最好的，我不要别的灵剑。明明你前几任的主人天赋还不如我，凭什么我不行？最好不意味着最适合。剑修和本命剑本就是互相选择的。不要认我为主，那要选谁？是师姐吗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应该知道这样的威胁对我没用。所以我不是在威胁你啊，我是在求你。我愿和应昭结契。好，我方才就与师弟在商议此事呢，你们能达成共识，自然最好。拂晓，你确定？确定了，我做不出这等背信弃义之举。我与拂晓有话要说，你先回藏剑峰。在新弟子入门前夕，我曾梦见一个女孩唤我师尊。应昭，我梦中的女孩不是应昭，那就是乌月吧？藏剑峰总共就2名女弟子。不，我还在找她。9天之上的剑尊，竟然会对一个梦念念不忘。在还未结系前，你还可以反悔。首席的身份，我想留给梦中那个弟子。至于应昭，我会想办法补偿他。多谢剑尊好意，我意已决。拂晓大人，我方才遇到四师妹了，还未与您道喜，也算是终于寻到了命中注定的主人。多谢。好心亲戚留下的馈赠全遭你喝光了，我现在总算体验到养家糊口的不容易了。上一世拂晓最喜欢各类璀璨的宝石，但我连零食都没得，又舍不得苦了本命剑，
只能频繁下秘境拿妖兽和法器去换灵石，但是嗜血不一样。我抱着它发愁该从哪里搞妖兽血的时候，它会轻轻蹭我，感觉在说不需要，能陪着我已经很好了。我像软软的小蛋糕，我不能饿着你。后山偶尔会有妖兽出没，这就去后山试试运气。瑶瑶，等等，我有个问题，你是剑修，可以帮我解惑吗？当然可以，我是一个相当标准的剑修。他们说，本命剑就像是妻子，是吗？差不多吧，更准确来说，就是和伴侣一样亲密，就像是家人一样。如果本命剑是妻子，那本命剑的剑灵是什么？那就是情感上的敌人。不过还是分情况，如果是在认主之后产生的意识，那和剑主应该会是最有默契的伙伴。但要是在认主之前，那就是跟我抢本命剑控制权的敌人。听到了吗，破剑？你最好能一直装下去。但凡知道你有剑灵，他都不会再这么喜欢你了。打猎计划失败了，后山之前确实有妖兽，这些天却越来越少。要不是我每天空手而归，真要以为是自己把人家给灭族了。嗜血，我们两个怕是八字跟财运不合哦。瑶瑶今天又没抓到妖兽，都晒黑了，要不去集市上买一点呗？阿娘给你钱。小孩子家的，天天想着给家里省钱算啥子啊？我家只有爹爹做村里的教书生，其余就没了别的进项。家里养的鸡甚至还从来不下蛋。阿娘，不如明天我把家里的鸡提到集市上去卖了，换点能下蛋的鸡回来吧。那好歹是3阶灵兽，堪比金丹期修士，我还指望着他们看家呢。饶是奢靡如我，也没想过能这么贱卖。算了，饶了他们吧。这些鸡可都是你爹一把屎一把尿喂大的，他宝贝的很呢，就别欺负他们了。放心吧，你外祖家也是体面的家族，我上次去省亲带了不少零食回来呢。怎么爹妈是凡人，再往上一代都是修士呢？正因是修仙世家出了凡人，才会被逐出家族。我与你爹爹是同病相怜才走到一起的，好在我们运道好，几个孩子都有灵根，家族那块也不至于完全放弃我们。阿娘能一边哭一边口齿流利地说话，总给我一种在唱戏的感觉，但是情绪又情真意切。天菩萨哎，误闯天家了！钱财乃身外之物，而且爹娘是凡人，平时也用不上灵石。既然是给你的，就收下吧。钱财哪里是身外之物，明明是我的心内之物。外祖家到底是做啥子嘞？杀人越货。不得了，玉雕开口说笑话了。那他们自己不用开销吗？他们用不上。一生操劳只为孩子，顾不上自己的老父母。你又在脑补什么？算了，哥，拿画本子来给我助眠。这次不许有和狐狸精有关的哈。主角被反派陷害，经脉寸断，在穷困潦夺之际认识了许多至交好友，大家喊着什么友情啊、羁绊啊，就打赢了反派。心神，心神。为什么这画本子这么憋屈？难得见你有这么大的情绪波动。主角明明这么强，非要让反派蹦跶到最后，杀了他的爹娘也不知道斩草除根的道理，任由反派修炼，每次要杀反派的时候就在那说废话，最后竟然还被杀了。这本的框架有问题，为什么反派的戏份比主角多了10倍不止？为啥子还能为啥子？因为你把反派和主角认错了啊！天菩萨，啷个会有人看文自动带入反派视角？这反派要是好看就算了，可这文里是个行将朽木的老头啊！有没有可能哥，你说的反派才是主角嘞？你把主角当成主角再看一遍试试。我难以想象一个这么心慈手软的废物居然是主角。我也很难想象一个心狠手辣的疯子居然被他当主角，他到底都在带入啥子啊？
思雪，你要识字啊！这一段是反派隐藏身份，在主角身边做奴仆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呢。思雪，快睡吧，快睡吧，都这么晚了，别玩了。在玩什么呢？没得啥子啊，娘，就是思雪看起来好像有一点要离开世界了。告密告到老娘眼皮子底下来了，活腻歪了。我觉得正是因为那剑灵不敢出现，才只能用这样的方法告密。我感觉，要是有一天嗜血的剑灵跳出来说：“当瑶，你爹是魔头，你娘更是大魔头，你全家都是魔头。”瑶瑶的第一反应可能是：你居然诬陷我爹爹娘亲，我要把你扔到臭水沟！瑶瑶抗压能力还挺强的，万一就欣然接受了呢？那剩下的19999应该是我欣然灭了你9族。听上去挺美好的，也包括你自己吗？对。太好了，那我们可以共赴碧落黄泉了。哼，我要让世界知道谁才是大小王。哼。出来，我给瑶瑶施了结界，她发现不了的。你别逼我动手。装死是吧？好，我数到3，1、2。哟，还真能化形。想喊他起来，你试试，看他醒了是信你，还是信我这个亲娘？装死也没用，说吧，你都跟瑶瑶说了些啥子？我啥子都没来得及说，每次刚要开口你就来了。那还是我的错喽。不是，小的不敢。我真的啥子都没说，我就是有点着急，翻了2页书。翻书？翻书给他看？你当他是3岁娃儿不识字啊？他不识字的话，那不就看不明白了吗？你还挺会给自己找台阶。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把家里的真实情况捅给瑶瑶，捅了会咋样？那我就把你再封印回去，顺便给你换个剑身，把你塞进菜刀里，送给村头杀猪的王屠户。以后乖乖跟着瑶瑶，你要做什么我不管，但现在不能让瑶瑶发现你的存在，也不许再告密，晓得了没？那我能不能偶尔？不能。晓得了。算了，刚才那个女人说要把我塞进菜刀里，菜刀啊，老子是魔剑，不要面子的嘛。搞定了，那个剑灵就是个怂包，吓唬2句就老实了。你没把他怎么样吧？没有，就威胁了一下，说把他塞进菜刀里，送给杀猪的王屠户。我天，你可真是亲娘！本来还想给他换个锅铲的，后来想想锅铲没法陪瑶瑶练剑，就算了。那他以后还告密不？不敢了，老实的很。你这比魔尊夏后令还狠。反正只要瑶瑶不知道就行。对了，你赶紧让谢家去找合适的零件，这把剑迟早是个定时炸弹。你忘了吗？现在谢家真正掌权的可是我那姐姐，她不杀了我就算不错了。你骗他，说瑶瑶姓谢，再把瑶瑶的资质说一下，他肯定觉都不睡了，也要去搜刮零件。好主意。思雪，你啷个好像比昨天亮了点儿？亮就亮嘛，走，今天带你出去逛街。干啥都好，只要莫让那个女人再把我塞进菜刀里就行。带着阿娘制作的200颗丧亲零食来逛集市，从没觉得自己这么富裕过。今日大哥倒是没跟来，爹娘找他有事，好像是爹爹家族那边的事。哥哥又坚决拒绝让陈狗带我来，没办法，只能和小姐妹手挽手来了。太好了，终于不用看那个白帽大哥的脸色了。他每次盯我都觉得他在想把我融了打成锅铲。
谢谢。你们想干嘛？他们可能只是觉得我们好玩，没得恶意的。没有恶意，为啥子要玩我们？有时候经常会为了村里的文化水平发愁。你就是个老实你呀！还没不可能！这娃儿是铁齿铜牙吗？连壳吞？是个馋嘴的妮子儿。这已经不是馋不馋嘴的问题了，这是铁嘴，是铁齿铜牙。好吃。唉，人体真是很奇妙。不是人体奇妙，是这个娃儿奇妙。我怀疑他肚子里有个炼丹炉。小姑娘，我们这儿没得这么多妖兽血，妖兽血一般是单修买多，用来炼丹的，不是熬汤的，剂量不大。我们的钱把他们摊子上全买了，应该也差不多够啦。买再贵的丹药都是可以的，但是有包装费就不行，还不如把瓶子的钱直接加在本体上，这样我反而觉得能接受了。看看，这才是我的好主人，给我买吃的精打细算，自己花钱抠抠搜搜，这就是真爱。早就该来这里了，谢家的商铺哪都有，啥子东西都有卖，为啥子之前不来这里呢？瑶瑶，咋自家的产业都不支持一下？就这家店吧，我是老顾客了。这是不是太贵了？光是听声音就猜出是谁了。甘修长老脚下的弟子顾谦，上辈子在营造众多舔狗里，算是比较喜欢叫的那一批。找找，你看看有什么喜欢的都拿着，我来付钱。你这剑属实有些可馋，我契约的拂晓可是修真界有名的灵剑。是他？看啥子看？认出老子了？当年战场上你在我面前连剑锋都抬不起来，现在我虽然封印了，但你敢过来试试，我照样让你知道啥子叫魔剑的牌面。切，我的嗜血才不可藏。上一世在宗门大比上被背刺后，我带拂晓来这里买宝石穗子，他嫌弃的不得了。哎，算了，倒不是多舍不得拂晓，主要是万剑种里没得多余的高阶灵剑啦。那颗原本觉得寻常的宝石，在他手上好耀眼。喜欢吗？回去我打一个穗子系在你身上，肯定很漂亮。看什么看？破坏气氛！这样恐怖的杀意剑气，这绝对不会是一把正常的灵剑。我必须要让那孩子知道此事。和佛晓定下契约之后，掌门和长老们，甚至大部分弟子都默认了我未来首席的位置。早这样不就好了？除了我，佛晓还能选谁呢？昭昭，这个，要不我们挑一颗？别看价格，得看拂晓喜不喜欢。咦，拂晓去哪儿了？拂晓，怎么了？我们在说给你挑选宝石的事。不必破费，这里没有我喜欢的。我认得他，之前在外门遇到过。我想和他做朋友，但可能是我不好吧，他不想和我一起玩。他怎么能这样？太过分了！看着很乖，总觉得他不会是这样的人。坏剑，专掏穷人的口袋，面对有钱人就啥子都不喜欢了是吧？上一世我拿一颗就觉得一颗好看的是谁？还是我家嗜血好，还知道给我省钱。那是，我只喝血，不吃宝石，性价比拉满。你捡到宝了，晓得不？掌柜的，你们这妖兽血还有多少？按我们说的办。没问题，小的一定注意。店里没有，但是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。我们这儿的货物都是用传送阵从本家运来的。这个掌柜的态度跟换了个人似的。不好意思，掌柜的，用传送阵太破费了，我们还是去别处看看吧，叨扰了。为啥子太破费了？还能为什么？钱没带够吧？没钱就不能买东西了吗？没钱谁卖东西给你？嘿，认得这个吗？我要他们手里的宝石。没问题。打起来，打起来！我要他们手里的宝石。没问题。打起来，打起来！
魔小你倒是上啊！你是大人，请别插手，我们有权决定买家的人选。当正道剑灵就是束手束脚，不像我。菜刀，好吧，没有瑶瑶的眼光好。把妖兽血也给我们打包起来，装在储物袋里送来。没问题。这是我们先看上的，我们已经准备结账了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？我们都是小伙伴，我帮你省钱了，你应该谢谢我哟。别，我了个豆啊！哎，不愧是生嚼瓜子壳的高质量小孩，果然是铁嘴铜牙。你们就是这样对老顾客的？不是我们求着你消费的，而是没了我们，你都买不到想要的灵草，这就是垄断。不对，怎么咱们这么配合？戴春浩是什么身份？他是什么身份？他是你娘在魔界收的下属的女儿，这掌柜也是你爹家、你奶奶家，不对，你外公家。算了，我答应过不能说，你只要晓得这店里上上下下全是你家的就行了。咱们得快点回家，不然大哥要着急了。晚点不行吗？你爹娘都不催你，这里很安全呀。你回家的时间比说好的晚了半刻钟。我耍忘了吗？下不为例。哥，我就去后山练个钱。后山有妖兽，天绝宗就在旁边，能有啥子危险吗？要是真出了危险，那些废物能保护你吗？等一下呀，怎么会在这里碰到付晓？我还没找算前世的账呢，他倒是先找上门来了，简直是倒反天罡。来了！我就知道这小白脸要来找茬。主人您莫怕，虽然他全盛时挺能打的，但他现在被那个小丫头拖累，实力打折，加上我在旁边，虽然我不能化形，但我可以偷偷用剑气戳他屁股。阁下有何贵干呐？你的剑是从哪里来的？不方便说呢。他一定是误会我了。也是，任谁被陌生人追上来追问本命剑的信息，都会深有防备的。我不过是担心那剑伤人，只是一片好心罢了。我并非是有意为难你，但你的剑不寻常。趁着现在根基尚浅，还是尽早斩断契约，另择良剑为好。那把剑就有这么好，值得他如此护着。我乃天绝宗拂晓，请你相信我，把剑给我，我会把它销毁。大庭广众之下随意按一个罪名，就想强抢小孩的本命剑，贵宗是不是太肆意妄为了点儿？你不要太过分，付晓也是好心才帮你，我们之间的事情你不要迁怒给无关的人。罢了，是我僭越了，我们回宗门吧。瑶瑶，就这么结束了吗？结束了，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。真的不能再待一会儿吗？不能哟。哎，你刚刚那个回击呢？啥子都没打。那掌柜的是我家远房亲戚，刚才在陪我演戏嘞。哦，醒了。瑶瑶，你最好啦！哈哈，修真界是这样的，扮猪吃老虎的一大堆。不像我是扮猪吃饲料。丝血，敞开了喝。可能是喝腻了，兴许是不够新鲜的缘故。其实并没有，主要还是没化形的妖兽比前些天大自然的馈赠在效果上差了许多。虽然后者被谢卓英嫌弃到杀都懒得杀，但血脉天赋还是摆在那儿的。其实还能喝，但你娘在这儿盯着，我不敢放开了喝，怕她嫌我能吃，又提菜刀的事儿。爹爹，更远些有没有妖兽聚集地？正好，爹爹要去秘境附近接你二哥回家。你若是愿意的话，
秘境所在的那座山倒是不错的去处。花灵那小子也不知道出了什么岔子，说要回来都已经说了近1个月了，到现在连一根狐狸毛都没看见，只能我亲自去找找了。别是被谢家的人抓走了。可是爹爹，凡人是不是最好不要上有妖兽的山，而且还是有秘境的地方？秘境就代表着未知，低等级秘境随意出入，对四周生活的凡人威胁反而更大。差点忘了这个设定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雇佣一些修士保驾护航。那得花好多灵石啊！没多少钱，去卖剑碎的地方旁边挂一个招募，50颗下品灵石就能雇到一个筑基后期的剑修了。50颗下品灵石雇一个筑基剑修？不讲不讲，爹爹，您今天话有点太密了。50颗下品灵石，一个筑基后期，这价格比魔界还卷。你爹其实想说，乖女不用省，咱家钱多到你花不完，但他不敢说，因为他在你面前是个凡人教书先生，叫你装凡人，憋死你。对了，既然要出门，顺便给瑶瑶买2件新衣裳。上次去天绝宗穿的那身太素了，换件限量的。阿娘，我不需要新衣裳，我身上这件还能穿。你那件袖子都短了1截了。女娃娃出门要穿的体面。对对对，你阿娘说的对，爹爹出钱。你的钱本来就是我的。夫人说的对。说给你说的。出了些问题，不能御剑出发，只能来租马车了。自学死活不让除我之外的人站上去。废话，我可是魔剑，我先硌脚，除了主人谁都不行。哥哥不行，亲哥都不行。主要是他之前想把我塞进鸡窝，我记仇。5颗中品灵石，1颗中品灵石可是100颗下品灵石啊，就只是个押金。看把孩子心疼的，你爹在旁边站着，眼睁睁看你掏钱，他兜里其实有一整个秘境的天才地宝。上次你阿娘不是给了你1袋子灵石吗？这么快就花完了？上次你阿娘不是给了你1袋子灵石吗？这么快就花完了？没，就是我每天晚上抱着醋袋数灵石，才能幸福到睡着。小手才怒。啷个不是嘞？你爹爹我就不是，我所有的资产都是你阿娘保管的。对头，所以出门还得我来结账。已经数第4遍了，每次数到中间就忘了数到哪儿，然后从头开始。照这个速度，天亮都数不完。但我看他数得挺开心的。我不要。你娘为了给你塞钱，都快把灵石做成内衣了，这母爱也太沉重了。衣服里缝了几10颗灵石，你穿上不嫌硌？一个季度花在女儿身上的钱，抵得上天绝宗1整年的开销，咋他还是这么抠？算了，走吧。爹爹，2个金丹期才2枚中品灵石，剑修怎么比飞马还便宜哦？2个金丹期剑修，2枚中品灵石，飞马租赁还要5枚押金。结论：剑修不如飞马贵。这个结论太伤人了，我都不敢吐槽了。后来我才晓得，剑修这个群体在鲁鲁里真的可以取代飞马。我上辈子穷成那样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同行太能卷了。其实我们在宗门接任务没这么便宜的，主要是看你们孤女寡妇的，也没修为，出门不安全。对，没错，就当半接活半积德。
练起武层了，怕遭人抓去切片研究，此重金买了这个隐匿修为的法宝。这个蝴蝶肘镯你爹认识，这是你娘以前带过的法器，能隐匿大成期以下所有修为。你花了1袋灵石买了个仿品，然后你爹在旁边看着，一个字没说，哈哈哈。哇，好香啊！恋爱脑没有好下场，和这样3观正的女修玩，没问题的。所以你们去东溪山做什么？去接我儿子回家。你儿子居然在那儿？他是秘境里的修士？对，差不多。差不多？他应该是秘境里的妖兽。差得多了，二哥是秘境的敌人，他一个人把整个天绝宗打残了。顺便把往生莲占为己有。你爹不好意思说，我是去找那个把你们宗门打得鼻青脸肿的罪魁祸首。前几日听师傅与掌门对话，说此番去了东极秘境的弟子们死伤惨重，似是在秘境中遭遇了不知名妖兽的袭击，大家族子弟的救援都顾不上，更何况这种泥腿子家庭。请。这附近灵气甚至还没家里浓郁，也不知道为啥子云子热和贺晨一副这么戒备的模样。你二哥就是那个把天绝宗打成狗的妖兽。这山里残留的妖气能让金丹修士本能炸毛。爹爹，二哥在哪里？没有感知到花灵的药气，兴许是隐匿起来了。山谷深处妖兽横行，诸位莫要再往里进了。多谢道友，只是我们受人所托，去寻他们的家人。3个凡人来找孩子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祝你们一切平安。这群小孩要是知道他们口中的凡人，一对是前邪修现魔界驸马和魔界皇女，另一个是天生剑骨，他们大概会收回那句祝平安，该被祝福平安的是妖兽。他们怎么受伤了？为什么要往回走？前面是秘境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对啊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既然已经到达，我等便先行折返了。去看看有没有不能御剑返回的，商机来了。且慢，你们要回去，带上我一同。娘，我们才刚到此处，为何就要回去？瑶瑶，阿娘回去替你二哥收拾一下屋子，你要听爹爹的话。我儿子这么厉害，看来天绝宗弟子都被打成狗了，一点也不用担心。师尊，为什么受伤的都是我们宗门的？弟子们在秘境中组队攻击了守护法宝的妖兽，没想到那妖兽有近5阶的实力，2败俱伤。什么法宝？往生莲。修真界5000年没能出飞升修士了，最接近飞升的是天绝宗大成中期的老祖，但老祖风烛残年，50年前就闭关冲击大成后期，迟迟未有进展。往生莲能延年益寿，传说有活死人骨的功效，对天绝宗太重要了。只有老祖活着，我们才能占据修真界第1宗的名号。大师兄，那妖水是9尾天狐。天狐足以尾巴数目定天赋，花家如今的家主也只有6条尾巴，这秘境中竟藏着一只9尾的。关弟子伤口，那天狐应当还未化形。妖兽是可以被契约成灵宠的，若是得了9尾天狐做灵宠，这不是吾等能掌控之物。现在受伤弟子回宗门，我将秘境关闭。应昭，
你也先回去。我要和师尊在一起。不愧是您命定的弟子，这般亲近您。爹爹，二哥怎么还没出来？不会真的像他们说的？这让我怎么说？面前这条毛茸茸的畜生就是你二哥。真是儿孙自有儿孙祸，要不是他现在奄奄一息，真想给他2粒插刀。你爹想插你二哥2刀，但你二哥现在是个毛茸茸的小可怜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父慈子孝。儿子在外面把人家宗门打残，老爹在家琢磨怎么给儿子补刀。我好像记错了，瑶瑶，你二哥不在这个秘境。啊！父亲，这是我的分身，先随你回家，我要得了往生莲再离开。这小子还没出秘境就被一只狼崽子伏击了，妖力告祭，人形都维持不了，只能变成一只小狐狸。居明，果然是你。原来刚踏入此处的熟悉感，是因为这里是我上一世救了你的地方。觉明是主角救世路上重要的金手指，你当初不救他，他兜兜转转之下就会被女主所救，是你的错。现在把觉明带到女主身边，诚心忏悔，你也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。完美的结局。觉明是主角救世路上重要的金手指，你当初不救他，他兜兜转转之下就会被女主所救，是你的错。现在把觉明带到女主身边，诚心忏悔，你也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。完美的结局。真是抱歉啊，上一世就该直接给你一下的，救了你，真是蛮让人遗憾的。真可爱啊，瑶瑶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在做傻子？来了来了，小白花登场。不是，他每次出现都自带眼泪效果的吗？一对凡人父女，那男人和女孩都有种熟悉感。师尊，他看起来好像要死了，我们救救他吧。你要救他？是的，师尊，求您了。弟子刚刚看到他用剑捅了这小狼。你是在告状吗？我要为他出头，就自己拿起剑，但修士不得伤害凡人。凡人？他怎么可能是凡人？之前在外门我亲眼见过他用冰系灵力，但我不敢对师尊提出质疑。头疼，我得遵从妻子旨意，在女儿面前掩饰好身份。你方才为何要伤他？我看他太危险了。你得与他道歉。我是正当防卫，我没做错。正当防卫4个字听不懂吗？他是狼，我主人是小孩，小孩看到狼捅一剑怎么了？你们天绝宗护短也不是这么护的。玄狼一族最为记仇，你承受不住他日后的报复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辛苦仙长替我们斩除妖邪了。师尊，我很喜欢他，而且他都伤成这样了，怎么可能伤害他们？不过是一句道歉，要不了你的命。我不。令爱未免太过顽劣。又赞了，过奖了。那便随我回天绝宗修炼，有宗门庇护，那玄狼也不敢报复。老天，如果欺负一个很单纯、很心碎、很艰辛、很无力、很用心、很崩溃的活着的小女孩是你唯一的乐趣，那么请别。我不喜欢修炼，修炼太累了，我志不在此。那你志在何方？探索美食的奥秘，领悟睡眠的真谛。但凡人寿命不过100载，修炼能给你更多时间探索奥秘。爹爹，有人想把瑶瑶拐走。慌，你不是狐狸教的吗？怎么学狗叫？算了，反正剑尊已经被你整不会了。你看他的表情，剑尊大人这辈子大概没被人拒绝过2次，今天1次就被拒绝了2回。真是不好意思，这位仙长，我这小女儿家里宠坏了，胆子小，说话没分寸，人又娇气，离不得爹娘。我们也舍不得自家闺女，您看，要不再给我们点时间考虑考虑？这是我的信物，若是你们考虑好了，可以随时来找我。应官府这么平和，这是被夺舍了？
先前就算师尊待我冷淡，我总安慰自己，只有我是师尊亲自教导的弟子。但今日，怎么会有人的志向是吃和睡呢？明明师尊您教导我，修士就是要苦修磨砺身心的。他确实太娇气。哼，娇气？你是没见过他半夜不睡觉偷练剑的样子啊？他说不喜欢修炼你就信，他只是不想跟你修炼。区别待遇你自己品。我记得那个女孩的气味，就是她用剑扎进我心口，我会让她后悔的。要是给阿玲多盖一间屋子，这槐树就得挪位置了。要不还回去？听说玉清宗寻他们正宗的千年槐树很久了，现在还回去还能赚一笔报酬。不要欺负老人！一个正常的凡人，可以1天之内就扩建出一间屋子吗？一个不正常的神人可以。其实也不用扩建，在鸡舍旁边搭一个小屋子就行。这他爹的叫狗窝！阿苍，你看看呢，我怎么没看到阿玲？那狗子是你爹爹给瑶瑶的灵宠吗？那狗就是花灵。那狗窝也行。九尾天狐，妖界少主，花家灭门真凶，现在住狗窝，传出去妖族的脸往哪儿搁？哦，对，他现在没神智，不知道自己住狗窝，那更惨了。行了，都先回去吧。我没事，阿娘，就是爹爹记错秘境了，我们没找到二哥。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？族现在屋顶下无兽，无铁招凤传叶，我有想在刘讲客的。所以他腹背受敌，无暇顾及分身，入口又被硬官复关闭，分身和本土割席啦。他现在没有神智？对的，跟一只普通小狗差不多，多可爱。如果我没记错，他当时咬伤我，就是还没开智的时候。好啦好啦，其实他还是很喜欢你妹妹的哦。刚刚回来的路上没有意识，就一直蹭他。没事的，你爹爹老年痴呆忘性大，我们都习惯了。至于你二哥，今日传消息来喽，说被困在秘境里了，大概等过年才能回来。按照现在的修炼速度，年底应该就能筑基。届时要是二哥再不回家，我就得去秘境里找他了。凡人能活多久，修士能活多久？过年是越过越少的。我希望爹娘到时能看到亲人团聚。哎呀，多可爱的小狗！夫君，是你捡来给瑶瑶养的吗？对。cos 爹爹，我不喜欢。哇塞，好软！刚才还说我不喜欢，抱上了就哇塞，好软。我陪你睡了这么多天，你都没夸过我软。他和即使受了伤也能看出亘古不凡的绝命比起来，平凡到应昭和应官府都没注意到他。这应该是秘境里的小妖兽，被受伤的玄狼追着才跑了出来。好看吗？哥哥讨厌狐妖，我得有情商一点。也就一般般吧，主要是第一次看到活的。狐狸很凶，会咬人，你离它远点。晓得了晓得了，一只小妖祟难道能比玄狼还凶？当初我躲过玄狼扑咬，揪住他后柄跪在地上，战绩可查，童叟无情。主人你太天真了，等你把它养好了，它第一个咬的就是你哥，第二个可能是我。来不及搭窝喽，把小狐狸放外面，怕它偷鸡吃。今晚就暂住阿苍屋里吧。不然放在我那儿吧。不行，他俩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？这狐狸受了伤，你平时睡得沉，要是大半夜它伤口发炎叫起来，你不一定反应及时。话说得很有道理，但哥，你晓不晓得，自己心虚的时候，总会说一大串话。如我所料，确实还没恢复神智，一切只靠本能驱使。现在是准备把我驱逐出他的领地了。
很好，神智没了，年龄也退化了，口欲期都来了，兼顾到据说能抵御元婴全力一击的法宝，没能在九尾天狐的高手之下撑过半夜。只有这时候，他才像一只重伤的无害妖兽。他现在确实不知道我是谁，但这不能成为免死金牌。那就劳烦诸位看管一下他了。狗的。放心吧，他现在打不过你们。可恶，剑怎么就歪了一点，让绝命活下来了。都说反派死于话多，我下手前也没说话呀，只差一点这世界就能更美好。爹娘要知道我又不好好睡觉，肯定要揪耳朵唠叨，说啥子不早睡以后长不高，可是我凌晨睡觉还不够早睡吗？哦呵，白狐以为亲，早就料到哥哥忍不了这小狐狸，没想到半个晚上都没撑过，也不知道院子里有聚灵阵，有助于他恢复伤势。一时之间既担心鸡被狐狸吃，又担心狐狸直接病死，更担心狐狸病死前还把鸡吃了。你哥把它丢出来的时候还托付给了几只鸡，虫鸣鸟、三阶灵兽，给九尾天狐当保姆。这群鸡现在的心情大概跟我差不多，不敢惹又不敢跑，只能挤在一起取暖。都说了，我还是很喜欢狐狸嘞，除了珍惜可爱之外，一大部分原因是应昭和绝命都很讨厌狐狸。应昭见了狐狸就会做噩梦，也不知道是遭遇了什么。这是整个院子里危险程度最低的，都没旁边几只聒噪鸡强。我还治不了你啦，听话一点哦，我现在就能加入狐狸教，和哥哥势不两立。狐狸尾巴是给配偶摸的，他怎么敢？这小崽子怎么能这么熟练？好歹是一起习武的情分，舍不得他们，还敢偷袭，我可不管你这德行。梅婶她不是心慈手软，只是怕给重伤的狗子打坏了。回春丹最万能，内外伤都有效。爹爹给的回春丹效果比上一世太青宗宗主亲自炼制的还好。小动物到新环境应激也正常嘛。理解纣王了，这就是老祖宗的智慧啊！好宝宝，还是知恩图报的狐狸，这可比绝明乖多了。上扬，太诡异了。来了，就是这个，我说的就是这个。九尾天狐被一巴掌扇飞，这叫什么？这叫肌肉记忆，这叫血脉压制，叫你咬它，活该！这不是个普通人类小孩吗？还是说他刚给我喂的是毒药？这剑有够装的，哼！不过他的手确实很暖和，眼不见心为净。早上好，到底是谁在好？这屋子里6月份雪是啷个回事？我睡觉的时候发生了啥子冤案？真是江山代有圣人出啊！你们昨晚上为什么打架？也是，这俩都不会说话。这是发生什么了？二儿子性子最阴晴不定，最会装乖，仗着那张脸不知坑死多少人。虽然知道他现在伤不着瑶瑶，心里多少还是担心，但现在看来有事的是花灵，这就让我有些惊讶了。我徒手把他拎进房间，睡了一晚。没被吓到吧？野狐狸是挺凶的，
没事啊，爹爹，他还挺乖的。乖？谁乖？你娘的表情像听到了世上最好笑的笑话。上一个说花灵乖的人，现在坟头草已经3丈高了。他没咬你？没有啊。真调皮，你这个坏孩子。乖宝宝。瑶瑶，你以前养过狗吗？这手法怎么看怎么像训狗。算是吧，以前养过一只狼崽子，摸一次被咬一次。为了不被它咬破相，活生生练出了一身躲牙的肌肉记忆。后来睡着了都能预判，它一抬爪子，我就晓得它要咬哪条胳膊。没想到这一世还能派上用场，你比它乖多了。我照顾了你1晚上，你就这么对我吗？外面的妖兽戒心本就重，更何况还是受了重伤的。要是驯服妖兽有这般简单，那人人都可以御兽了。我当然知道，但我为什么不能是特殊的那个？我对谁好，对方不就应该加倍回馈给我吗？他若是再伤你，就交给封内杂役弟子照顾。这种不通人性的畜生是养不熟的。曾经威慑妖界的玄狼一族，怎么可能是不通人性的畜虫？我昨日看见了，这幼狼看桑离的目光，那般复杂的恨意，令我胆颤。我知道你心善，但也要对自己好一点。我不能要。师姐，你要不去劝劝小师妹吧？谁是小师妹？除了昭昭还有谁？师姐最近总是奇奇怪怪的。你刚刚应该已经劝过了，她没听吧？与其在这儿操心，不如想想那妖兽到底是何身份，才让他这般不舍。你怎能这般胡乱揣测？日子终于有盼头了，每天都盼着那把剑消失，把我尾巴都快削成擀面杖了。自己丑的要死，还见不得别人好。要跟着狐狸共沉沦，婉拒了哈，只想安稳蹲鸡窝。一下子别喝太多，对身体不好。哥，你说这种话的时候，像村里的老人家。到时候不舒服了别喊哥哥。那不行，嘴长在我身上，我喊了你别理我不就行了？那不行，耳朵长在我身上。我怎么可能不理妹妹？桑瑶，你又把我当擦手机。嘿嘿，有种糟啦！他怎么不扇那个讨厌鬼？我能嗅到那男人身上和我近似的气味，绝对是同类，为啥子会被区别对待？毛亮。你也要编？花灵，你怎么这么喜欢撒娇啊？你是想让我给你编毛？不行，你的毛没怎么长。
不愧是小狐狸，牙齿都没长好。就知道这狐狸又犯病了。想到妹妹昨天还好奇另外2个哥哥是什么样的人，危机感就来了。狐狸都这样喜怒无常吗？它可能是比较特殊的那种。原来在这里上有一些短板呀，那真是怪可怜的。小小一只，在秘境里不知道受了多少欺负，脾气这么坏也能理解咯。要不坏一点，还有怎么保护自己嘛？我去村里给你找找有没有能这做的东西，要不要得？妹妹实在过于善良，这样一个没脑子乱咬人的废物也能包容。忽然想到自己在妹妹眼里也是武林跟废物。天才妹妹也算是见过了天下狗熊如过江之清地夫的盛况。桑瑶，不用这么麻烦，别管他，等他毛长出来就好了。现在甚至希望花灵能扑过来咬我，我在妹妹心里地位绝对比这来路不明的狐狸高。不好吧，哥哥，这毕竟也是嗜血造的祸，作为它的主人，我有义务补偿受害者。是谁之前说嗜血很乖？一定是花灵挑衅的。唉，清官难断家务事啊！我走了，哥哥不用跟来。村子里就这么大，别担心我走丢没？那倒是不担心，毕竟最大的威胁就在你身边。瑶瑶，这是什么？很可爱啊，为啥子大家都一副害怕的样子？是我和爹爹在外面捡来的小狐狸，毛不小心秃了，想来问问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遮一下。一时之间不知道这该是怎么个不小心。有，当然有。哦呦，弟弟妹妹出去玩不要你了？你觉得可能吗？再不可能也发生了啊！就不应该把花灵带回来。你就不怕他又装乖伤人？这种事不是1次2次了。诸位，晚宴开始了。花灵被花家掳走时刚出生没多久，花家想把他养成傀儡，结果短短1旬，他就混成了花家少主。花家以为他亲近他，设宴庆祝他归家，然后他当着所有宾客的面把家办了。你担心他装乖伤人，他装乖的时候该担心的是别人。你妹妹可没你想的这么脆弱。还不知道是谁装乖骗谁呢。哟，阿苍居然还有朋友呢。是谢家。福光和母亲跟我说了哦，你们偷偷在外面捡了个妹妹是不是？听说花灵也去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我好歹也是你们2个的表哥吧，就这么孤立我和福光？就连谢纣那丫头都见到表妹了，说是很有礼貌的小女孩呢。哪里捡的还有吗？怎么这么没礼貌啊！你都挂了我30次了，等我到了要和你单挑30次哦。是吗？玄商终于想和我打一次了。没有的是，舅母。刚才是我说话太大声了，被您听到了。您看这事儿闹的。好久没有松松筋骨了呢，感觉腿脚都要僵硬了。不过玄商要来我们家做客吗？那你可能只能和花灵住在一起喽。没关系，都是表兄弟，我不会嫌弃他的。我母亲派我给表妹送洗髓灵液呢，现在正在来的路上，就不叨扰舅母了。玄商这个孩子还是一如既往的胆小害羞呢。胆小害羞，这话留去跟谢玄商刀下的冤魂们说，说不定能给人家笑得再死一次，疯狂的舞痴。不过看在当时他们帮瑶瑶偷洗髓灵液的份上，还是能忍那个自来熟舞痴一会儿的。
我爹那些私生子用不上这么好的东西，给瑶瑶用正合适。老爷，大小姐把洗髓灵液全接走了。你女，听说谢家主因为这事又气晕了，为此当天早上还不忘放了个鞭炮庆祝。当当当当，好看吧？这几朵小花真的很适合花灵呢。好看，好看。能不好看吗？这不是佛门的金莲吗？现在寻物通事还挂在论坛上呢，说是金莲失窃之事都惊动了圣子。复公哦，用这玩意儿装饰尾巴。他们是在进行什么亲密友好的互动吧？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让我先写一位自己误入了啥子修罗场。他先动的手。唉，一个是我哥，一个是我捡的狐狸，你们就不能和平共处吗？不能。哎，这默契，要不你俩结拜算了。三个有血缘关系，一个气息也像，凭啥子他们睡屋子，我跟鸡住？唉，不是东西就进来吗？鹅泪娘啊，真的不是东西。回你窝睡觉去。又装可怜，上次装完就咬人。主人，你要是再中招，我就看不起你。你觉得我还会上当吗？唉，外面确实有点冷，冻坏了怎么办？行吧，当我没说。你应该重返狼群，知道吗？你这白眼狼，当狼王都够格喽。他犯贱的时候好像绝明，血压一下就上来了。他在吃醋，你透过他看别人，他不爽，虽然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爽。花灵，过来。想要不？想要就得听话。握手。忘了，他在某方面有些欠缺的。真棒！再来，握手。九尾天狐学握手，天狐族祖宗看到要从坟里蹦出来。不过我主人也太有耐心了，换我早就一剑过去了。算了，伤养好你就走吧，你在这儿好好养伤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们等久了。完了完了，这是伤心了还是死心了？你问我，我问哪个？人心是肉长的，魔心也是。花灵这波把好感度刷成负数了。让开，这是吃饭的桌子。咬得好，虽然我不喜欢狐狸，但我更不喜欢你哥，两个都不是好东西。
桑养好你就走吧。你弟弟的性子随了谁？你不会以为自己是什么好人吧？不是吗？他完美继承了你和母亲的性格里的缺陷。不错，原来我们还有优点。让你寻的灵草呢，得让你弟弟快些恢复人形。你不会压根儿没去找吧？这是你弟弟，不是你仇人。我只是想让他们先培养一下感情，变回人形之后也有情分在。我都懒得戳穿你，你就是想让花灵彻底惹怒瑶瑶吧？你还是戳穿了。一个亲爹，一个亲哥，一个看戏，一个使绊。这狐狸能活到现在，全靠他命硬。最近各峰都丢了不少东西，丹堂少了3炉丹药，灵兽园丢了2只山鹤，连伙房的酱菜坛子都空了。这贼口味还挺杂。哎呀，真是对不住。昭昭师妹运道真好，这正好是最后一株金乌蕊了。还得多谢师兄帮我藏起来，不然早被别人抢去了。师兄真厉害。运道不好啊。偷偷在你爹身上放了追踪镜，嘿嘿，你爹又去天绝宗了。上回偷菜，这回帮你二哥化形，又要偷药，这家人跟天绝宗有仇。我认得你，你是那天在秘境林子里的哥哥。惊喜？他看到我惊喜？我是不是中圈套了？对，是我。你要供发我吗？为什么？哥哥不是好人吗？怕是什么特殊群体？他居然觉得你爹是好人，你爹灭过花家满门，这丫头的雷达是反正装的吧？不是哦，我是个坏人，而且谁准你乱攀关系的？刚要吓死他，手就抽筋了。我一个修士手抽筋。为什么凶我？明明我对你没有恶意。你确实对我没有恶意，但不影响我对你有恶意呢。因为暂时杀不了你，所以只能取走你的记忆喽。真是抱歉，但为了不让瑶瑶发现，还是麻烦你委屈一下自己。搜魂术，你爹会温和版搜魂术，那可是禁术。你爹到底提取过多少记忆才练出来的？算了，我不敢想了。握手。真棒！坐下。翻跟头。真棒！太真棒啦！九尾天狐在学后空翻，为了几颗丹药，天狐族祖宗集体诈尸都拦不住。我笑的封印都要松了。儿他爹，你说花灵变回人形之后还会这些技能吗？要不现在就紧急暂停炼丹吧，我怕女儿被记恨。晚了，已经学会了。等花离恢复神职，想起这段，要么清除所有人记忆，要么自我放逐。没有第3条路。你又和他和好了？他不坏的时候还是挺好的。没出息！我就说狐狸精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但是他学会后空翻嘞，我哪见过这种手段嘛？算喽，不找借口了，已经和好了，谢谢大家关心嘛。反正就是只妖祟，能待在屋头不乱跑都算不错了。他听懂了，你说他不是家里异议分子，他听懂了。这狐狸现在心里在挠墙。这般真实的模样，在花灵身上才少见。花家那些人到最后都没看清他的真面目，真可怜呐。
阿娘带她去洗个澡，瑶瑶可以找哥哥玩。哦，洗澡？你娘说的洗澡大概是灌药。花灵要恢复人形了，到时候她想起自己学过握手和后空翻，表情一定很精彩。我要前排围观。我们签个契约呗。你不吸收的话，我们怎么签契约嘛？不是我不想签，我没有剑心，签了对你没好处。而且你娘说过了，要换掉我，给你弄一把真正的灵剑。我现在跟你签了，到时候解约更麻烦，反正早晚要被换掉。他没有剑心，暂时不能被修饰契约。你是来推销的吗？我推销？天生剑骨把谢家少主当推销的，谢家那边要是知道了，能笑到明年的今天。我不是卖东西的，我是你表哥。你是我家亲戚，你爬树，直接从正门走不行吗？我特意扎了高马尾，叼了狗尾巴草，剑修不都这样吗？也没什么特别的嘛。舅舅舅母为什么要收养你？再用这种眼神看我，下一届我让你永远少点什么。小丫头口气挺狂，你应该知道我修为比你高吧？但你不敢在这里打我，理由？你很怕我家人吧？刚刚跳下来都收着劲，放狠话还东张西望。表哥，知道正常亲戚串门是什么样吗？你就像个贼，知道吧？来，我们比划一下。什么情况？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！这谢家来的表哥就是个武痴，你越怼他，他越来劲儿。不过你放心，他绝对不敢伤你。你娘的名号在谢家能值小儿叶条。大师爷好。师尊，冬季秘境出来那一日，我好像看见了那个逃跑的女孩。她果然在山下。师兄，喝药了。一个连山上都没上的凡间孩子，能让师尊记到现在，能让大师兄昏迷醒来第一件事就提起，他最好永远别出现。是我打搅师尊和师兄了吗？只是丹殿长老吩咐过，这药得按时服用。不是，你师兄的病情要紧，本尊改日再来看他。你的演技倒是见长，刚才你那语气，我险些以为你要喂我喝毒药。所以那个孩子到底有什么特殊的，让你和世尊都这般失态？你不是会卜卦吗？算上一卦就知道了。我给那孩子算过，在他逃跑那天晚上，我也算过，他的未来是一片空白。空白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他也是从那边回来的。阿瑶，是他吗？不知师妹为何对我有偏见，但职责所在，我也不可能任由一个孩子独自逃向密林。我只是发现了，他离开会比留下更好。真的吗？既如此，你就与师尊说那日你看错了。但那是师尊。但我是你师妹，还有我的阿瑶，曾经是。话长，你总要坚定一回。你可没良心嘞！我天天早上给你浇水，你一片叶子都不给我。这棵树是千年槐树精，他认得出谁是谢家少主。你没亮过身份，他只当你是普通小孩。势利眼是植物的天性。别磨蹭了，来战！不可用灵气，点到为止，不伤性命。没问题。没跟你说话，
我是在告诫自己。漂亮！这招是第4式里的变招。主人，你啥时候自己改的？你输了。我输了，你很厉害。虽然我善刀不善剑，但输了就是输了。你叫啥子？谢玄商。谢玄桑，纯血天龙人，换了个高马尾，差点没认出来。老天奶，你能分清楚放我一马和放马过来的区别吗？谢家嫡系，叫你表哥是真表哥，不是推销的。你外祖家比你想的还要夸张。你刚才说的剑心是啥子？灵剑与其他剑最大的区别就是有剑心，有心方能认出。听不懂，说人话。就是你得给他找一颗剑心。哪里能找到？天绝宗万剑中，我可以带你去。起来。条件呢？再打一回。走开啊！你就是这么照顾表妹的吗？舅母，表妹好强，我也想有这种女儿，你能不能再给我捡一个？滚！你娘刚才真想杀他，现在又笑着抱你进屋，这变脸速度，魔界皇女名不虚传。舅母刚才想杀我，表弟现在也想杀我，这个表妹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我见到你妹妹了，超级有意思。现在我要在你家住几天，和她好好培养一下亲情了。怎么这么冷漠啊，表弟？我替你陪你妹妹玩，尽一下为人兄长的义务，你就这么对我？我们不是低山臭水遇知音吗？怎么就拉黑了？舅母让我和花灵住一起，花灵住哪间屋子？住这儿。我也要住这儿吗？对。狗咬了你还真咬回去。谢家少主咬狐狸，这画面传回谢家，能让他爹当场宣布断绝父子关系。你不是来做客的吗？我求你能不能安分点？求也得排队。阿娘，他欺负狗子。是我排队求您。这滑龟速度比杀人都快，在谢家练出来的吧？你爹爹在烧水，瑶瑶刚出了汗，去洗个澡好不好？好的，阿娘。谢谢爹爹。唉，我刚刚也陪表妹玩了呢，怎么我就挨了一顿打？怎么没给你打死？唉，可能因为表妹舍不得我吧。我可是来给她送洗髓灵液的，那些大宗门兑水喝分给亲传弟子的东西，现在她能直接当洗澡水用。所以我是你们家的贵客，知道该怎么对待贵客吗？杀了搜身，那叫抢劫。尸体又没反抗。泡洗髓灵液会疼吗？正常，蜕变总是伴随着疼痛的。阿娘，洗澡水咬我，好疼！这是正常的吗？正常。没事的，瑶瑶，洗澡水咬人是正常的。洗澡水咬人，你娘连安慰人都这么有特色。不过洗髓灵液当洗澡水，谢玄商这手笔能把天绝宗掌门嫉妒到吐血。
等下，这是洗髓灵液，这么多，这玩意儿不是喝的吗？居然能泡澡，谁带来的？谢玄商，他为什么这么谄媚？管他哪来的啥子目的，来都来了，往死里跑！一滴能卖上百颗上品灵石，天菩萨哎！我在善用灵石洗澡，这世上果然没有比穷更恐怖的病，我现在一点儿都不痛了，真的。天绝宗有个小姑娘很古怪，杀不了，好像是被选中的。我上次回来就跟你说了，你忘了？我的错。现在杀不死，以后总归能杀了。组里处理过很多这样的人了。正好，我方才还答应表妹要带她去万剑中，顺便会会那人。不能牵扯瑶瑶，其他随你。主人，你发光了，字面意义上的发光。洗髓灵液把你的冰灵跟纯度拔高了至少2成。谢玄商这人虽然嘴贱，送礼是真的实在。你妹妹很可爱，但你二哥像条狗，你大哥更是条护食的疯狗。而你，我亲爱的表哥，你是一条觊觎别人幸福却无家可归的野狗呢。骂的还挺好听。这种对话可不能给小孩看，这世上再多一个谢明琪，算了，不说晦气话。阿娘喊你去吃饭，那个洗髓灵液是你带来的吗？你竟然认得，算是吧。我身上有啥子值得你花这么多钱？所有馈赠都是明码标价的，这点我上辈子就知道了。做我妹妹。又一个来认妹的，谢家是搞批发妹妹的吗？你母亲晓得她要多一个女儿了吗？不知道啊，但她不可能会拒绝你。我已经有爹娘了。谁说人只能有一对爹娘？在修真界，多一个亲人就多一份关系啊！我要告诉爹娘。小祖宗，算我求你了，我开玩笑的。其实是真的想挖墙脚。亲人之间客气什么？只要你日后不与谢家为敌，今日这洗魔灵液就值了。这真的值吗？换旁人自然不值，但如果是你，再多100倍也值得。谢家少主这眼光确实毒，天生剑骨加冰系天灵金，还有魔界撑腰，他是在提前压住。往后谢家若是有难，我也会尽力相助。会有那么一日的。走，我带你去二狗哥家住，不能让你睡狗窝了。狗窝不睡可以睡鸡窝。哥哥，你啷个能这样对客人？表哥表弟，表面兄弟。你哥这嘴读过我的剑锋。嗨，我喜静，少说话，惹恼了我，你母亲来也不好使。一个万兵之母，一个索命杀手，我还是闭嘴吧。谢少主在陈狗家，陈毅是魔界第一铁匠，陈狗是悬赏榜上的杀手，他现在正被2个魔修当空气，这待遇还不如狗窝。陈毅好厉害，这手艺比天宫门的长老还好。二狗哥磨的刀也好，杀猪肯定很麻利。没想到你们2个看着浓眉大眼的，还有2副面孔。这母子俩在你面前装的跟憨厚老农民似的，你是没见过他们一个打铁打出神器，一个磨刀磨出血光的样子。这家人全员影帝。挺好，没半夜被谢灵见，活着就是胜利。你怎么能这么可爱？娘昨天带他去洗澡，其实是灌了恢复的药，但你现在只关心他可爱不可爱，你这个颜控晚期。这小狐狸看着不一般啊，你可知道天狐一族？天资奇高，却脾性暴躁，阴晴不定。我瞧着这狐狸像是天狐呢。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。我是元婴期。你告诉我这玩意儿是天狐，那妖王还是我亲爹呢？妖王，你爹确实不是妖王，不过妖界妖王跟你外祖母还真是死对头，嘿嘿嘿。今日是天绝宗的宗门大比，带你去看看热闹，顺便进万剑空。
宗门大抵不就是收门票钱嘛，我自己能去。自然是带你仗势欺人的。你那脾气太软，得学学怎么靠后台横着走。去？怎么不去？这裙子啷个这么难走？今天代表谢家的脸面。你们谢家啥子时候在乎过你？之前次次不来，算啥子？你穿的是谢家嫡女的规格，谢玄商这是把你当亲表妹打扮了。不过你走路的样子像在踩高跷。请。谢家不会是来抢人的吧？师妹天资好。天灵根只是见雪家的门槛罢了。有我在，不会叫他们得逞的。多谢三师兄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他到底是什么身份？绝明这怂样。你原来是谢家的人。你认识剑尊？不对，剑尊认识你。这是我表妹。谢玄商的表妹可不少，但能被他这么护着的，只有嫡系那几位的孩子。这几年谁又偷偷生了个孩子？难怪你不愿拜入我门下。疯了！从来都是谢家抢别人的人，今日竟要被抢了。他在谢家能得全部资源倾斜，不劳尊下费心。你若愿意，天绝宗随时欢迎你。他竟敢这般对我，我要教训他！你们竟然也眼睁睁看着他把我当狗玩！平时当狗不是当得挺高兴的？来，握手。母亲，可总算有个人样了。他把我当狗训，你们就在旁边看着。你咬他的时候，我们也在旁边看着，一报还一报，很公平。那不一样。哪儿不一样？因为你在乎他怎么看你，你不在乎我们怎么看你，所以被当成狗更丢脸。尤其是你还配合了。看啥子看？没见过被抢的天才是吧？好看吗？要不要把你们请来仔细看看？表哥，你说话居然这么管用呢？可能是昨天被树枝打多了，出现幻觉。可能是因为上一次不听话的，被我废了修为吧。你会废我的修为吗？那怎么会？那不就好喽？我怕你干嘛？这逻辑也没毛病。刚刚是骗你的，废人修为的不是我，是你三哥。有机会带你去找他，可好玩了。你们谢家都是啥子品种的生物？你看，这就是权势。你处于低位，他们会训斥你、惩罚你；但若是身处高位，他们只会敬畏你。想要吗？具体情况具体分析，我还是个孩子。都按照你提议的做了。哎呀，妹妹眼里有野心的时候是真的可爱。是你的妹妹吗？你三哥隔着禁闭都比你表哥段位高，一句话让谢少主自闭。营造的云爹云娘又开始了，这群人比掌门还能念叨。论坛是你爹家产业，谢家做的训育，你现在看的每一条评论，理论上你都能让表哥把它删了。怎么了？被什么气到了？要不要玩点解压的？对你来说的解压，是不是得沾点红色的东西？
我们太有默契了。他娘是谢玄宇，我娘是普通凡人，我真惹了事，阿娘会担心嘞。你娘是魔界皇女，你娘杀过的人比你表哥见过的都多，但你不知道。我好想告诉你，但是菜刀，算了。一般，就是见好。你现在啥子境界？元婴中期。元婴中期，那跨境界打脸的情节应该触发不了。你在等经典打脸桥段？你表哥元婴中期，天绝宗年轻一辈，最高才金丹，谁敢来打脸？来一个送一个。毕竟还是个5岁的孩子，不能苛责太多嘛。5岁能做到这样，已经很好了。同样是5岁，我表妹已经修出剑气了。你修出剑气了？是啊，啷个嘛？这都啥子人呐？不过比起上辈子同门总劝我忍让，这样其实也不错。我并无恶意，能展示下你的剑气吗？没有展示的义务哈。竟然有人敢拒绝当今剑道第一人的自教！黄口小儿，在剑尊面前也敢如此放肆！5岁修出剑气，闻所未闻。谢大少爷莫不是被这丫头给骗了？你在质疑我的智力？元婴初期竟完全没察觉一个练气期的动作，那道剑气里的暴虐杀意，简直像是魔修。用扇子挥出剑气，比我当年还狂，这长老吓得脸都白了。主人，你刚才那一剑有你爹的风范，还能叫吗？他当众伤人！闭嘴！还嫌自己不够丢人吗？你心性过于浮躁，不堪大用。这是我们的家事，不劳剑尊费心。为什么会有东西被人抢走的错觉？我们此行除了观赏大比之外，还准备为我家瑶瑶选一把本命剑。师弟今天太失态了，竟要和谢家抢孩子。自然是可以的，只是藏剑峰上的灵剑基本都分给了新晋弟子，剩下的恐怕入不了你们的眼，所以我们想进万剑穹。不可，那里的剑煞气太重，不适合作为本命剑。你怕吗？不怕。听闻贵宗这些日子遭了贼，损失惨重，我可以代表谢家资助一些功法药材。再捐一座藏书阁。成交。这么花钱，还是算了嘛。你爹娘偷的东西，你表哥花钱捐回去，相当于左手到右手，中间商赚差价。你表哥知道，掌门不知道，你不知道。这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套娃。反正捐出去的东西也会天降正义，回到我们的口袋。毕竟，你爹娘就是那个贼。先说好，谢公子，万剑衡里都是主人已逝又不愿另选主的灵剑，不得灵剑认可，进不去。如果是瑶瑶，一定可以。表哥，你要不现在就去生个娃儿自己带？他现在像个发疯的宝爸，不过发疯都是因为你三哥昨天用一句话把他整逼了。现在需要在你身上找存在感。他们好有信心。但万剑种不是我们宗门的东西吗？无主的灵剑选择了天绝宗作为长眠之地，不可将其视为己物。剑尊一直是这样的性子，并非针对你。准备一下，马上轮到你了。就他方才说的话，他就不可能会被万剑众认可。无妨，万剑寒本就100年未曾开启，进不去才是常态。天灵根的光芒还远远不够，需要一个和当初剑尊一样横空出世的天才。
我其实挺烦谢玄商这种二世祖，但对这孩子，竟有一种酸涩的亲近。要不先算了，等没人的时候我再带你来。上一世万剑冢只有我和应官父能进，犯了错他就罚我来这关禁闭，他们都觉得这是惩罚，只有我知道，我很喜欢和这些老英雄相处。是万剑共鸣！万剑共鸣，天绝宗开宗以来第2次，第1次是你旁边那个剑尊，噗，他没你淡定。我也想进去。瑶瑶，表妹。我去商量一下。啊，这玩意儿还能商量？跟谁商量？里面的剑。你刚才跟结界说话的样子像在点菜。万剑冢今天接待了2桌散客，天绝宗的脸都被结界丢完了。有人想杀你，瑶瑶。你怎么比我还能招恨？我晓得，但是你还是比我更胜一筹。你居然知道，真聪明，不愧是我们谢家的种。小脑发育不健全，大脑完全不发育。不过想杀我的人都被我杀了，所以这只小老鼠需要表哥替你处理吗？其实我更想自己出手。没问题，我会把它活着带回来。我知道你想靠自己。但知道为什么家族和宗门对修真界这么重要吗？蛇鼠一窝，狼狈为奸。能不能说点漂亮话？因为寿命，境界越高，寿命越长。只要出生的够早，资质再差的修士也能把天灵根绞死在幼生期。家族和宗门的存在，就是为小辈保驾护航。至于仇人，若是要战至巅峰，有的是需要你自己去对抗的。似乎有所耳闻。此刻，主人你就是既得利益者，这实在太美妙了。你说的剑心在哪里？说来话长，长话短说。需要一把灵剑，放弃自身意识，给你那柄破剑开智。嗜血别听，我不许你这么说他。传说中的那把魔剑，难怪无法契约。当年的魔尊都没能办到的事，这种杀气能给孩子的？我怎么样？我可爱吗？选我，选我！我怎么样？选我！抱歉，我已经有我自己要守护的剑灵了。这资质能引来这么多剑灵抢着寻主，真是有意思。千年未见，你竟也有愿认主的一天。过来吧，孩子。你身上有救世的功德，我知晓你所来之意，你会得偿所愿。那前辈你呢？你会消失吗？不，我会等到绝影回来。当初就是我与他一道封印了此剑的剑心。绝影是创立天绝宗的第一任掌门，也是这修真界飞升的第一人。只是人生来一无所有，死去与飞升也是如此。我被迫留在下界，等待他的回归。这一等，就是千年。
用嗜血把指尖划破就得了，不用非得滴血认主。前辈你不懂，这是属于剑修的浪漫。哦，我不出世1000年，剑修不练剑，竟然练哑口去了。倒也不是。看吧，根本没有灵剑选他。嗨，哥们儿，等你好久了。我本来还没想好编什么死法呢，还得多亏了你。你觉得在秘境葬生于妖兽口中这个死法怎么样？你不能这样，我是忠臣。好了，你很幸运，暂时不会死哦。谢玄商说要让桑瑶亲自杀了你呢，我也挺恨他的。但是你要是敢伤到他，你就完蛋了。疯子，疯子，这就叫疯子了？那是你没见过我三弟。你又学你爹用手捅别人，看你臭的，赶紧洗一洗，别给你妹妹吓到喽。你爹年轻时候也这样，捅完人还嫌人家血弄脏他衣服。母亲，够了！不能让瑶瑶知道华林是他二哥。凭什么？你之前不是说不想跟我们玩过家家吗？这会儿倒是当哥哥当上瘾了，占有欲这么强，怎么不去和村头狗抢地盘？我才是你亲弟弟，你这样的话就是不认我这个弟弟了，我很难受。语序混乱，吐字犹豫，逻辑堪比一坨新鲜的狗屎。我何时不承认？只是不能让瑶瑶知道。你要是不信，大可向母亲求证。母亲？编的时候编爽了，写的时候发现全是死结。现在花灵问起来，我怎么解释？妹妹应当快回家了。是这样的，你当时在秘境受伤变成狐狸被你爹带回来，我们想着瑶瑶可能接受不了他哥是只狐狸，所以就说你是只妖兽。那其实桑瑶那般做也是情有可原，他只是不知道我的身份而已。要是知道我是他哥哥，你父亲说记错了你所在的秘境，所以现在瑶瑶还觉得他二哥在秘境里待着。我刚才想什么？竟然下意识给他解释，所以我现在要扮演一个妖修。你竟然还准备留下来？不然呢？那我走。我和你母亲的打算是，你先在外面待些时日，莫要让瑶瑶瞧见你的面孔。你若愿意回来，我们再寻由头带你回家，与瑶瑶说你的身份，如此名正言顺许多。或者就说你是妖修，至于身份如何恢复，再从长计议。阿玲应该是不愿的，毕竟她生前还说要杀了妹妹。那就让玄商寻个愿意的来假扮他。不行，那就和瑶瑶说明白，他亲哥是只狐狸，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。谁在乎他能不能接受？明明我们才是亲人，突然捡个不知道哪来的孩子就要我妥协，荒谬！你是谁啊？我是那只狐狸。我到底在说什么？我在秘境中身受重伤，变为原形。这些天多谢你们救治。妖修做多了，离人就已经很远了。遇到不开心的事了吗？我啥也没干啊。那就只剩下花林了。没的事儿，就是不习惯而已。所以你是来告别的？他难道看不出我的利用价值吗？就这样赶我走？难道我还没有一只有兽性的狐狸讨人喜欢？暂时不走，我还得留下来报恩。其实也已经报过恩了，就刚刚那个想要杀了你的，是花林去抓回来的呢。用得着你一个外人在这里说三道四？我真想一道天雷劈死这等破坏别人家庭的坏种！只是举手之劳而已，救命之恩涉及因果，会影响我的修行，须得将因果还尽方可离开。原来你是那种修身修心的好妖修啊！花灵那副德行，你居然信如此纯良的好妖修？他刚才用手捅穿了一个人的丹田，然后嫌血弄脏了手，你管这叫好妖修？
主人，你的三观跟着五官跑了。那你晚上睡哪儿？走，陈狗家应该还有空屋子，我们去问问。看起来关系真好，有一种不顾对方死活的美。你要去看看那个人吗？他有逃走的风险吗？没有，马上也要没有活着的风险了。妖修的手段很残忍，他看起来快没有人形了。那还是先算了，等我吃完晚饭再去。我早就让谢玄商准备好足够多的丹药续命了，可以好好折磨他，应该够一晚上。你失礼了，忘记了这位更是个毒妇。笑什么？哥哥，我现在好幸福。虽然你们都很恶毒，但是能遇到你们真是太好了。你家人很恶毒，这句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是真心实意的赞美。你对幸福的定义多少有点剑走偏锋，不过挺好的，至少没人敢欺负你。娘，读书改变命运果然是真的。我本来活得好好的，现在家里多了2尊大佛。体修伤春悲秋，那就是快灵魂出窍了。果然是相由心生。你照镜子看过自己丑陋又令人作呕的嘴脸吗？恨疯了吧？表哥？哦，是吗？这位亲哥，瑶瑶知道你是他亲哥吗？你不过是人家认了爹娘的附赠品而已，得意什么？你爸妈叫你回家吃饭了。又打架，有碍家容了。你2位请滚吧。这丹药味道不好。我看你是红豆吃多了，相思是吧？瑶瑶把这玩意儿当糖豆吃，可喜欢了。补气丹，元婴期抢破头的疗伤圣品，当糖豆吃。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土包子。等瑶瑶筑基后进秘境一看，垃圾！别人抢破头的宝物跟他家随地乱扔的垃圾一个档次。去秘境半年不如在家扫个地赚得多。还能不能好好吃饭啦？威武！都好幼稚。你拍桌的架势像魔尊训话，他们瞬间老实的样子像被魔尊点名的五渣。这个家的权力结构一目了然。上辈子和钟少相处的画面一帧帧闪过。你会重蹈覆辙。阿娘，你背着我偷吃，不对，你当我面偷吃。这是只能大人吃的，小孩子不能吃。阿娘在吃啥嘛？瑶瑶也想吃。谁先前跟我保证绝不会做噩梦的？阿娘，这其实不算噩梦，真正的噩梦是我梦到自己闭关了10年，再出来时，阿娘和弟弟都不见了。10年对修士弹指间，对凡人却是沧海桑田。还有大哥，这个年纪才练气，他怎么好意思的？不怕不怕，阿娘在呢。你娘刚才吃的是你的心魔，练气期就有心魔，传出去能吓死一票修士。但你娘只觉得是哄孩子睡觉的日常。魔界皇女的育儿观真是清新脱俗。说
难道今日忘带水云纱，让他看见了那些伤？怎么了？你戴手套是跟你的病有关系吗？对。是嫌弃我了，觉得有我这个废物哥哥丢脸，还是被那只狐狸精哄骗了？哪来的千年老陈醋？来，喝点水稀释一下。父亲，我是不是老了，所以妹妹不愿寻我一道？你老了？那我这个做爹的算什么？你爹年轻时候灭人满门，到你这儿担心自己老，这父子俩的年龄焦虑歪得各有特色。谢苍，出大事了！你最好是真的有事。真有，你猜猜看是什么大事？很好，你也来猜猜，你今日会不会死？开不起玩笑的顽固分子，不就是妹妹跟弟弟跑了吗？气怎么能撒我头上？舅舅，你儿子越狱了。等一下，现在阿曾和阿玲都在眼皮子底下。那逃跑的是？福光说他从魔宫出来了。谢明基跑了，不是被魔尊关在魔宫吗？是怎么出来的？亲爱的舅舅，由于我天天在你儿子面前炫耀见到了表妹，昨晚更是发了段录音刺激他，一觉醒来就看到他说逃出来了。这些细节还是不说了吧，可能是被关进闭关封了。各位仙门长老，觉得压力大的可以去看看自家的藏宝阁，我舅母正往里面塞新货。我们花灵太厉害了，好烦啊你！我们村这山真的很神奇，这么多灵气充沛的灵草，居然没有妖兽。你猜猜为什么灵气充沛？猜猜为什么没有妖兽？再帮我叼一株嘛，就在那边。好想这么无忧无虑的活一次。这山上的妖兽都被你二哥打跑了。灵草是他专门留给你挖的，你夸好神奇。你二哥心说：“我容易吗？我啊！”这是要让我替你保管着？不是保管，是给哥哥的。给谢苍？给男人花钱只会变得不幸，他不懂吗？凭什么我只是个苦力，还是姐姐给大哥做的苦力？给我做什么？治病，我担心你的病。哥哥，我们去找大宗门的医师好好看看吧。不想演一个废物了。瑶瑶，我有件事要与你说。什么天大的事能比你及时就医更大吗？难说。你哥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下品灵石，他等下怕是要坦白身份了。懂你，去吧去吧，走远些。你母亲马上要抵达战场了。你竟然真的收了他的灵石！苍天有眼，来到天雷，把这个捞男劈死吧！你到底要说什么？哥，你早说要走这么远，我就让花灵驮我俩来了。会驮人很厉害，我也可以。你要不听听你自己说了什么？就在这儿说吧，哥哥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天大的事儿，还得掩人耳目。说完应该还有时间去医馆。就是这个女娃娃和高个儿，可终于被我逮到了。虽然我确实是高个，但我哥也不至于是女娃娃吧？你是谁？落了老子的面子还给我忘了？小丫头胆子还挺大，弟兄们都出来吧！
就砍你一次价，你就敢把灵草卖给别家？也不打听打听，这附近几座山头谁是老大？有辱斯文，小孩子不能看。哥，你在激怒人这一块还真是天赋型的。一个炼气5层，一个凡人，还敢嚣张！想起来了，我的灵草一般都卖给谢家铺子，偶尔有修士急需也不介意卖。但这位不一样，又穷又拽，说要高价截胡。发现谢家掌柜出的价是他1倍之后破防了，没想到就那一次，还真给我盯上了。我也是好奇，你一个这么大点的小屁孩，哪来这么多灵草卖？这山不是有名的荒郊野岭吗？妖兽横行，这会怎么回事？哼！以后这座山也归老子管。哥，你刚刚要跟我说什么来着？瑶瑶，帮我解开。我现在只想把哥哥脑子里搭错的筋解开，都什么时候了还胡闹？这就是你想跟我说的吗？喂，你俩在嘀咕什么呢？别怕我。那些人去哪儿了？去享福了。说得好委婉啊！原来头天晚上拿我脖子取暖的是你，那叫一个冰！我连打雷都吵不醒的人都被冻醒了。你可能知道我另一个名字。叫什么？谢玄清，我是谢氏的少主。谢玄清，原书战力天花板，那个指小儿夜啼的反派，我哥是谢玄清。前世应淼知道，但5岁的瑶瑶不应该知道。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说这个？是因为不想陪我们玩而过他家了吗？不是过家家，一开始不说，是因为我的名声不好。如果你觉得这是过家家，那我愿意陪你玩一辈子，但这绝不是过家家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口不择言，但我并未真的这般想过。我们是兄妹，我们还是兄妹吗？是，你是谁并不重要，哥哥。原来你没病啊，难怪爹娘从来不担心。你要是觉得对不起，以后别拿我脖子取暖就行了，真的很冰啊。那不行。那你多穿点啊。一滴水的重量取决于它落在何处。哥，你叽里咕噜说什么呢？听不懂。忽然觉得这个妹妹其实也可以不要。谢玄清，谢家少主，白发黑眸，捆仙神。他刚才用银链绞死了5个人，眉头都没皱一下，现在跟你蹭脸撒娇，你管这叫病弱哥哥？这家人没救了。吉时到了没？瑶瑶要筑基了。到了，到了，卯时3刻，大吉。心魔，筑基期哪来的心魔？我去吃了它。等等，瑶瑶之前晚上做噩梦，你是不是都吃了？不然呢？让她欺负我女儿？心魔最好自己破，你每次都吃掉，她会一直跟着瑶瑶。你悟了吗？你再拦我，我把你也吃了。他就误了这个，我妻子的美德风声全部该死，无死夫君也可以死。筑基期一剑斩心魔，前无古人。我主人是拿心魔练剑的。天绝宗那些筑基期还在学怎么运转灵力，他已经把我挥出残影了。
及时选得好。我筑基了，还把心魔砍了，就是手臂有点疼，忘了现在不是前世元婴期的身绑了。那走马灯一样的前世画面，适合蹲茅房的时候看，疼痛消失。阿娘，爹爹，我现在可以进秘境了。二哥在哪个秘境？我和大哥去找他。你二哥就在你面前，如假包换，假一赔十。对啊，你二哥在哪个秘境呢？击鼓传花传到我这儿了，我要是不接呢？阿娘，还是他爹，说句话呀！你不会连自己娃儿在哪个秘境都忘了吧？说句话啊！你弟弟在哪儿？我好像可以转头和花良说一句，说句话，你在哪儿呢？但不能。那个秘境不危险，你二哥在里面肯定会保护你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猜的，毕竟你大哥脾气就很好，也很爱护你。说的不错，我认可。同父同母的兄弟，你二哥肯定也是。全家刚才不是在担心你，是在圆谎。你二哥本人差点被问成结巴，我笑得风韵都要松了。京都，他本体去那儿了，快接话。对对对，京都秘境，阿娘刚才太担心你，都忘了。我要去秘境找二哥。这样对话只能让他跟着去了。这不是胡闹吗？就让一个小娃娃自己进秘境，古灵都没到6岁，刚引气入体吧？做长辈的一点不尽兴。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我是他哥哥，不是长辈。道友，里面真的不安全，你要么陪妹妹一起去，要么把她带回来吧。揠苗助长不可取。我进不去，不过他另一个哥哥也在里面，会照顾好他的。但是妹妹平时很黏我，她不会喜欢他。他不会喜欢他。要是妹妹想我了怎么办？你这当哥哥的是不是有些茶？红绳，里面的法器、丹药、符箓、阵法都是给你备着的，不要不舍得用，家里多的是。还有糕点、零嘴和水，换洗的衣裳也带全了，驱虫药膏记得抹。哥哥好贴心。对了，储物戒里还有个法宝，可以变小型洞府，困了或遇到麻烦就钻进去，别睡在野外。知道啦。哥，你回去吧，我很快就带二哥出来。去吧。